什么人独闯鬼谷盟？可是不怕死吗？怕呀！各位可愿给条活路走？走？往哪儿走啊？鬼谷盟的锁魂台，听说屠场绝废，鬼烂神交的，想去瞧瞧。原来是要去锁魂台救人，活着闯过咱们三魂七魄阵再说吧。这江湖就没有我燕少破不了的阵。救人！兄弟，破！阵破！这是大漠、飞天、强盗、悍匪，这什么情况？饶叔狂，没想到你还能活到今日，不愧是玉池山庄第一刀客。榕树狂，是我吗？我的名字？可惜了，3天3夜，玉溪山庄没有一个人来救你，要么他们是怕了鬼谷盟，要么那把钥匙比你重要啊！臭丫头，你中了我们盟主的玄冰韩狱长武功尽失，3日不进食，在此暴晒，活不了几个时辰了。你们都谁啊？干嘛要整死我？你个臭丫头，装傻充愣啊？还是脑子坏了？我们是逍遥4仙，就是你死都不应该忘记的人。你们就仨人？老大在此，他就是死于你的刀下。榕树狂，我们和你不共戴天。我还是个女侠呢，武功高强那种，那怎么被人绑这儿了？不，又来一个要杀我的。不对，一山不容二虎，一个组合不能有2个红色。英雄救美，英雄，你快来救我！你这是救人，杀人！
这是中毒了。盟主，榕树矿的锁魂台被劫走了，是尉迟山庄的人来了。未见山庄的人，看着面生。去，无论如何都要抓住他们。是。谢谢你在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里，粉碎了我对幸福的认知。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。什么情况？抢救失败了。我说没留恋，就直接把我送走了。我在现代的生活是不怎么如意，但也不至于。不行不行，让我想想。你的反应似乎不想被救。是，我就应该死。痛！你命不该绝，昏睡了1天1夜，还是活了过来。这应该不是幻觉，也不是梦境，大概率是进入平行时空了。一般这种情况下，要么想尽办法回去，要么既来之则安之。又是人生的十字路口啊！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敢问这位大侠尊姓大名？风流有王孙，烈焰少年场。应该是个挺有名的名号啊。没有，无名之辈，只是随口一说。肯定一直有名无名的，我现在也不知道啊。我姓燕，江湖人称燕少。燕少大侠，你应该没有什么兄弟手足死于我手吧？没有。那我也没有欠你什么情债吧？没有。那你救这女的干嘛？救我干嘛？日行一善，赶上了。哇，好多星星啊！大侠，有镜子吗？哦，铜镜。你看我像那种随身携带铜镜的人吗？哦。那个借我一下。奶奶的
的玉。我记得出车祸的时候，我手里就是拿着奶奶给我的这块玉，怎么她的剑上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？难道这块玉是连接两个时空的关键？大侠，你这剑也有名号吧？血浪剑，很有名？也不算。谁给你的？我师父。一位隐士高人。所以，你想拿它来做什么？哦，好像还可以啊，也挺适合古装的。荣疏狂，疏狂。我不是你的敌人，你没必要在我面前装疯卖傻。别告诉我你失忆了。啊，那个，我要说，我真的忘了呢。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？我脑子现在空的。玄冰寒玉掌，还伤脑子？那也许慢慢就想起来了。哎，大侠，说，你说的那个什么冰什么掌会不会死人啊？玉池山庄是什么地方？那3个红绿灯老头说哪有换那个什么什么钥匙？是什么钥匙？不对。什么不对？江湖上说，玉池山庄的荣疏狂，刀法胸襟气度不输男子，却没听说他是个谋略智慧、心思缜密的人。而且，荣疏狂孤傲少言。所以说嘛，这个传闻不可信，八卦不可取的。我鬼门关都走一遭了，性情有点变化，也是有可能的。你问的问题太多了，选一个你最想问的，我答你。你为什么救我？赏金令300金，我这么值钱呢？别嘟囔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走。等等我呀，大侠！从他换骆驼车的地方，我们换着不同的方向追了2回了，都是一场空。等老子抓到他，老子非要拆了他的骨头。那个人不简单呐，何以见得？这么多筹谋打算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。以前也没听说过玉池山庄有这样一号人物，难道是和荣疏狂有关系？管他呢，追上去再说。掐！去！从这儿再走半日，就到仙人泉了。那是片绿洲，路过的驼队都会在那儿停歇。在这个沙漠，只要有钱，什么都能买到。还有绿洲呢，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我过敏。不对啊，我过敏不代表荣疏狂过敏。倒可以一试，我尝了。慢点儿。哇，果然古代的酒味道都比现代的好喝。你的伤该涂药了。燕儿，
怡儿，来吃点心吧。给。怡儿，你吃。大哥，你控制一下自己啊！我知道男人是有点那什么心思，但是你若是真对我做什么的话，你那赏金可就拿不到了。这大侠还挺正人君子的，这怎么反倒显得我还有点……哎呀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怎么这么热呀？我怎么突然好热呀？我中的不是什么玄冰寒玉掌吗？这怎么好像火烧一样？是不是这火烤的？你中的是玄冰寒玉掌，药和酒都可以帮你去除体内的寒气。你还会医术？我自幼体弱多病，遇到一位善良的郎中，细心照料，他教会了我很多。大侠，那我的武功呢？武功还能恢复吗？也许吧。那个叫沈醉天的他是谁啊？他为什么要打我？他是鬼谷盟盟主。数月之前，江湖上不知何处传来流言，说府仙宝藏的钥匙就在尉迟山庄。鬼谷盟一直图谋宝藏，便设局抓了你，让尉迟山庄拿钥匙交换。当时少庄主林少慈在处理山庄事务，远在别处赶不回来，便向江湖上发出了悬赏令，悬赏江湖各路高手来将你救出。宝藏在尉迟山庄？我不知道。那林少慈呢？他跟我是什么关系？庄主曾提出婚约，可他拒婚了。难道林少慈才是我的官配？为什么突然这么冷？刚才那么热，现在好像在冰库里。走吧。等一下，你看那儿。你别误会啊，我就是太冷了，暂时借你怀抱用一下。真漂亮，好想带一颗回去。既然这个世界又有宝藏，又有大侠，还能摆脱我那些现代的糟心事，我何不仗剑走天涯，闯一闯这江湖梦？这怎么这么大风啊？叶少，这怎么这么大风？快闭嘴，别说话。沙尘暴要来了。啊！哎呀！玉！哎，这世界也不好玩啊！什么？啊！叶少，怎么办？拿下！快！别动，傻棒！叶少，你到底为什么救我？因为你是榕树狂。
现在是不是既没水也没吃的了？啊，前面有绿洲。啊，我怎么没看到？难道古人都是远视眼吗？这块玉，我觉得早晚得用得上，得先想办法搞到手再说。又打我剑的主意呢？我看看还不让了？这么看还挺 man 呢。什么？就是很男人的意思吧？我是不是男人？用看吗？姐姐你好漂亮呀！谢谢。从哪里来的呀？从说了你们也不知道的地方来的。小儿刚满3月，夜夜哭啼，面容赤红，神医可有医治之法？襁褓中的幼儿不该用药，我有些清凉解热毒的草药去儿吧，你拿回去给娘亲吃，幼儿自然就好了。神医真的是大漠里的救命神仙，这皮子是最好的，你一定要收下。谢谢神医，谢谢神医。神医？谢谢。他要是医术这么高明，神医，又何必在这风餐露宿的跟着商队做生意？只怕另有来历。哦，是个有故事的姐姐。也对，这江湖上本该就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那你呢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？啊，我现在脑子冻上了吗？就算有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说，在这儿什么生意最好做？肉碎点更好吃。这是后果。这就叫肉加于魔珠。这是什么吃法？尉迟山庄教你的？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要买下这里所有的魔了吧？要不然我的法子就要被别人学了去，我的生意还做不做？生意？看我的肉夹馍，快来吃肉夹馍！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美食，又香又软，有馍有肉，方便好吃。尝一尝，没见过。尝一个啊！我来拿一个。好，给你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吃啊！大家快来尝一尝这位妹子新制的吃食，天下第一！来，尝一尝。好，拿着。哎，好，来你的，拿着。这个主意你想多久？我再来一次。就刚刚。刚刚？我来一个。怎么了？如何？有极寒之气伤及脏腑。玄彬韩狱长，他得罪的是鬼谷盟。不错，是鬼谷盟神罪天打伤了他。玄彬韩狱长非同小可，你如何化解？驱寒的药配桑洛酒，这几日已经好了大半，还请前辈替他解除剩下的寒气。寒气不算严重，我有秘方解除，但他的晕倒与寒气无关。
这是何故？求前辈指点。这丫头与我十分要紧，无论代价如何，我都要救她。寒气入侵血脉，暂时压住原本所中之毒。你想救她，费尽心思解除寒气，你却不知，寒气解除的越快，原本的毒就越快发作。难怪她忽冷忽热，异于常人。只有知道她中了什么毒，才能知道如何化解。世上能解此毒之人不过一二，前辈是其一。唐门用毒最厉害的前辈唐武，实在闻名不如见面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家掌门的暗器。前辈放心，是有非敌。我不过是要救这丫头而已，这次也是为了救人，令掌门才送了我这暗器。能与唐门有交情，又知我行踪，筹谋算计如此深沉，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了。若想缓解他体内的毒，你需催动经脉，引火归元，以内力驱动，自肩羽、肩针、手五里、曲池，至下廉、阳溪、合谷，去毒之力绵绵不绝。那散出的毒便会进入离他最近的人的体内，伤己而救人。所以这法子被称为引毒之法。引毒如何？此刻已气息平稳，多谢前辈指点，救他一命。救一人而又伤一人，不知是对是错。我是心甘情愿为他如此。我带你去仙人泉。引毒法子是我独门所创，鲜有人知。可即便这样，你们两个也撑不了太久。你有把握找到何人下毒，下的什么毒吗？即便不知结果，你为他想了这么多法子，不顾自己性命，他知道吗？我只希望他永远都不知道。江湖从不缺情种，得遇良人，即便一死又如何？不过若死得不明不白，实在是太亏。一物降一物，我不信这天下有什么奇毒没有解药。有我在一日，就为他引毒一日。一物降一物，燕少说的是毒还是人？荣姑娘身上的毒又不是一两日积累的。您是说，一直有人在对他下毒？否则不会如此迟缓的发毒。过来！过去！快点！快点走！外面怎么了？走！哎，腿麻了！你们两个，我身上怎么全湿了呀？热！什么人啊？你都带过去！过去！快点！还有你，快！这是鬼虎盟的来了。对。
我觉得，如果跟你一起死在这大漠中，好像也挺有意思。如果没有这些骆驼的味道，那就闭嘴。何家兄弟，吃遍天下，并肩踩宽点儿，他日好朝向。当家的，你挂撒火，黄点清。鬼谷盟的兄弟何时跟商队结了梁子？实在是盟主点子着草，兄弟们不得不搜得仔细点啊！哼。商队走货，仙人泉必封杀，没见生茬子。不过，大哥有热病之症，中暑伤气，又饮冷酒，气虚不顾，这腰身怕是不济，不能强求。这是我家灵药，每日1颗，莫要饮酒，很快就会见效。这各路商家都在大漠里来去，自然感谢鬼谷盟兄弟素日照拂，一点心意。行了，今夜就罢了，走。多谢神医救命大恩呐！多谢神医，多谢神医。那个姐姐看似柔弱，却能在这种打打杀杀的地方生存下来，很不简单。她的确不是寻常女子。你认识她？我知道很多秘密，江湖上有些秘密可救人性命，有些秘密能让人送命。那我的呢？知道我什么秘密？说来听听。你的秘密？我会找到。你吹牛吧你就！此去关山千万重，风雨多飘摇，你们保重。前辈出手相救，在下感激不尽。姑娘，来这边吃点水果吧。你也知道，若要出手，我便会管到底。你找到所下的毒是什么，找我联系，我便会寻找解药。多谢。他日若有相求，任凭去试。果然，若不是天罡的人，又如何能筹谋得如此周详？多谢前辈。荣姑娘。前辈，江湖险恶，你要格外当心，好自珍重。前辈，保重。好吧。走啊。还不走？哎，去哪儿啊？无情楼。看着不挺有情的吗？去什么无情楼？那个什么无情楼，你去过那儿吗？我是你这种鲁莽之人吗？我做事情都要有计划。盟主，他们已前往无情楼方向。走，我们也去无情楼凑个热闹。卖兵器的吗？哎，你这剑就这么挂着？这儿是最有规矩的地方，虽然里面都是些最没规矩的人。在下无情楼主金步瑶来迎贵客。
还请贵客卸下身上的武器，再入这无情楼。原来是燕少，燕少的入楼费已经付过了，燕少请入无情楼。我俩一块儿的。百金乃一命，无情亦有情。啥意思啊？我进去要付100金啊？你也太黑了吧你！不贵不贵，命值1000金。哦，感情你这地儿是给江湖人保命的地方，遵守契约，挂免站牌，化干戈为玉帛，是这意思吧？姑娘冰雪聪明。这进去不会真的要我付100金吧？姑娘绝顶聪明啊。行，我今天我就在这等死了我。自会有人给你付钱。啊？金步瑶，这位是玉池山庄的榕树狂。原来燕少是带他到此来领取赏金的。火香柴胡。钱。藿香柴胡，这俩名字听着就很治愈。益母草调匀珍珠粉泡澡，可润泽肌肤。桃花粉配乌骨鸡血，可使肌肤好颜色。啊，多来点，多来点。对嘛，这才是江湖梦的正确打开方式。看来我的选择是正确的。此地宜久留啊！姐姐是玉池山庄的人，这玉池山庄的东西自然有门不同，知道的不少啊。还知道玉池山庄什么事儿啊？说来给我听听。玉池山庄呀，乃江湖第一大庄，自庄主而下，共分设4堂，分别为海、风、陆、宋4位堂主，其商铺生意遍及各地，富甲一方。你被鬼谷盟掳走后，玉池山庄为了救你，把酬金放在了咱们无情楼内。刚才带你来的那位大侠，现在应该已经领到酬金了。哎，姐姐身上刺的图案倒是别有风味啊！这寻常女子可很少有这样的刺青。刺青？哪儿啊？这啥呀？这是破蛾子？还痛吗？不痛，但是师傅，这刺青所为何意？燕儿，你长大之后便会知晓。你给师傅立个誓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以性命护着方母，一生一世护他周全。燕少究竟是被何人所害？怎么会伤成这副样子？以燕少的身手，怎么可能会？给玉池山庄的信送出了吗？已送到，我需要在此调息几日，恢复内力才能出发。你们不必留在此地，照我吩咐去办事吧。是。我可不走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。调息几日就好，何况这是无情楼，天下没有比这更安全的地方了。你们要办的事情也很要紧。你是真的要为了一个女子如此与鬼谷盟为敌吗？与鬼谷盟为敌，还需要理由吗？
每次为他用功引毒，对你的伤害都会增加一分，你的功力也会有损伤。内毒可以全部引出吗？很难，但至少能延缓毒发，撑个3年5载。那就好，不管多少，引出一些毒，也让他多一些活下去的希望。可你也会毒气入侵血脉，伤及性命。2个人总比他1个人扛要好，能撑多久就是多久。为什么？承诺要保护他一世终去。季老板，去吧。燕少他在哪？燕少？哦，哎，燕少你在吗？我知道你救我是为了钱，但是你一路保护我，我还是很感激你的。日后你若是有机会到玉池山庄，我再好好报答你啊。那山高水长，江湖再降了。燕少，燕少此刻我是不便出来相见，贵客不必放在心上，日后自会有见面的机会的。咱这楼里好玩的去处许多，要不我带着贵客四处瞧瞧。来，现在我武功全失，燕少拿了赏金后，估计也不会再管我了。我得想个法子自保。对，保镖，我得雇个高手保护我啊。那位，那小白脸儿，他绰号鬼夜哭，是个江洋大盗。除了这无情楼，他脑袋比你值钱。那更不行了。那位，江梅亭蒋大侠，书中用刀高手，不过很贵。前年武林大会啊，他师弟败于你刀下，他要面子，自个儿抹了脖子。放下。那位女侠呢？灵湖派秋水双剑玉玲珑，她与你也有些渊源的。也有渊源啊！他曾公开放言，是爱尉迟山庄少庄主林少慈，势在必得。只是传闻中，他是赫赫有名的采花大盗，江湖中很多手下的清白都毁这女魔头之手的。女海王啊！这里是大漠，哪来的海呀？反正三观不行，也不能学。哎，这个不错，一看就厉害，就他了。哎呀，有桩生意，少侠可有兴趣？你不认识我是谁吗？是谁不重要，但你若是能护送我去一个地方，价钱随你开。我贵，你雇不起。玉池山庄，听说过吧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在下正是玉池山庄的女侠荣淑况。你若是能护送我到玉池山庄，定有重金酬谢。怎么，有人追杀你吗？
鬼谷盟、沈醉天，还有那帮狗腿子，整天追着我不放。少侠，够不够胆接？我倒是听说你压了沈醉天的玄冰寒狱长，这滋味如何呀？通体生寒，夜夜难眠呢，确实不太好受。的确是如此。挨了这玩意还伤脑子，有时候竟会做出不是控制的事。难怪，这就说得通了。还未请教尊姓大名？鬼谷盟，沈醉天。打扰了。哎，荣叔狂，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？路都走不稳了吗？真是给尉迟山庄丢脸！大姐，你说什么呢？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啊！荣姐姐，看到你平安无事，真是太好了。你放心吧，上次哥哥吩咐过我们了，要好好保护你。荣叔狂以前对你不冷不热，你的这份殷勤，他领情了。我领啊！等我见了少慈哥哥，我让他好好感谢你。唐璎珞，我警告过你，不许再叫少慈哥哥。哼，有的人呀，年华不在，人老珠黄，想叫哥哥叫不出口，却还老不死心，真可惜。哎，小丫头片子，你找打是吧你？老太婆，你说谁呢？停！你们俩吵归吵，就别祸害我了。继续啊！小丫头片子，老太婆，你想怎么样？说着是吧？燕少，救命啊！救救我，出人命了！哎，我刚刚找金老板帮我找护卫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我居然跟沈醉天偶遇了，后来又遇到两个奇怪的女子，我差点被他俩的口水淹死。手使双剑、脾气不好的叫玉玲珑，另一个是唐门13小姐唐璎珞，擅长用毒。都是情敌，你最好小心提防他们。哎，他们说他们是来保护我的，但我感觉没那么简单。名义上是保护你，实则是为了见年少慈，和你并无关系。我已经散消息出去，尉迟山庄的人很快回来接你，迟早都是要回去的，何必如此着急？这一路走来，燕少无论是才识、武功、见解，都颇有所长。我何必舍近求远呢？我求人，他求财，这不是最好解决的问题吗？行啊，脑瓜子还挺聪明。好，那就回尉迟山庄。哎，但是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啊？我凭什么跟你走？我现在就认识你一个人吗？我也没有太多选择啊，而且我又没有武功，我现在没办法行走江湖，我肯定得需要一个人贴身保护我的。哎呀，这外面的人我也看了一圈了，也都不太靠谱，也就是你吧，勉强可以信任。放心，我给钱。离开无情楼很危险，你的命根本保不住。你到底要多少？你看到了，那可是搏命的钱。每月200，不能再多了。算了，你还是自生自灭吧。啊，等等，大侠，你开个价。我改主意了，你这单生意我不做了。啊，不行！那沈醉天现在就在无情楼，你想看他给我撕票是不是？无情楼是个有规矩的地方，他不会的。你完全可以等尉迟山庄的人来接你回去。哎，不行，我回尉迟山庄也不是绝对的安全。哎呦，大侠，你看咱俩这个出生入死这么深的交情，我跟你有交情吗？行，无情无义，算你狠。哼。
趁夜而来，是敌非友，露个面吧。无情楼内无敌无友，何必照面？你当我这客房是什么地方？不请自入吗？只是裸身相见有失礼数，能否容我穿身衣裳再来相谈？坦诚相见，足见赤诚。江湖儿女不必拘礼。你这肤色白腻，怎会如此娘们？闯入男子房间看人沐浴，就算英雄好汉了。沈盟主好身手啊！还是燕少更胜一筹。得沈盟主夸奖，不胜荣幸。这些无谓的客套话，你我还要虚伪的说到天亮。沈盟主此番夜探，是想知道救出荣叔狂的人是什么底细？你倒是聪明。我为钱。你说这些，骗不过我。若我说是为了人呢？荣叔狂，倒还算是有几分姿色。英雄所见略同，要想得到一个女人的心，就要先把她置于险境，然后再把她救出来。你若为人，不会带她来无情楼，自然是远走高飞。我反悔了，不行吗？燕少这个名号，不会平白无故的在江湖中出现，只怕你也是借荣叔狂对玉池山庄有所图谋。图谋玉池山庄，便是图谋宝藏。既如此，燕少为何不与我联手，攻入玉池山庄，取得宝藏的钥匙，共分天下珍宝？那岂不是更好？哼！哎呀，我这人性子孤僻，女人与钱财都不愿与人分享。做鬼谷盟的朋友，总比做鬼谷盟的敌人要好。燕少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我叫你个，您看什么呢？你看，你看，这我要是被他抓住，狗下回吃的就是我的肉了。对沈醉天来讲，阿烈可不单单是一只狗。重要吗？现在不是我的生死安危比较重要吗？行，我知道，反正你也不在乎我的生死。求我吧，说不定我心情好，就答应你这桩生意了。想得美！林公子，这边请。真的是啊，林公子，林公子，这位公子气质不凡，难不成这位就是玉池山庄的少庄主林少慈？这位林少庄主如玉君子，在众门派世家少侠一辈中算是楷模，众星捧月倒也不稀奇。听起来你似乎很了解他。玉池山庄闻名江湖多年，很多人都知道。
那看来我这个身份也不好做呀。你不下去与少庄主相见吗？他都对我拒婚了，我现在要巴巴的下去，那不是显得我很掉价吗？也有道理。哦，对了，少司哥哥，你看，蓉姐姐一切安好，活蹦乱跳的，你大可以放心了。林少庄主真是天生的情种啊！我沈某实在是佩服。出门办事带着唐家13小姐，秋水双剑、玉玲珑，也甘愿为你驱使，真的是好本事。与你何干？要不是无情楼有规矩，我现在就送你一程。求之不得。你。沈盟主，久仰久仰。少庄主，幸会幸会。哎，你说这2个人打起来，谁能赢？少庄主功夫不及你，你与沈醉天倒是棋逢对手，当然是你手上钱。我以前这么厉害，哎，有没有什么武林排名那种？第5。天哪！我现在变成个废物。堂堂鬼谷盟盟主，趁我与父亲外出办事，设局掳走一个姑娘，这算是什么江湖道义？鬼谷盟素来为所欲为，讲什么道义？古仙宝藏被你们尉迟山庄独占，有没有问过天下的英雄答不答应？那当然答应了。以讹传讹，不足为信。空穴来风，未必无因。什么钥匙？并无此事。好，待我攻入尉迟山庄，有没有，自然就有答案。荣叔狂！大哥，别激动啊，打扰你雅兴了。走。走了？你刚扔的什么东西啊？不重要。你急着拉我避开林少慈，想说什么？哦，我要你跟我一起回尉迟山庄。少庄主已经来了，为何还要我陪同啊？得要。为什么？我现在脑子不清楚嘛，我什么都不记得。那江湖第1山庄，我就这么贸然回去，我一无所知，赤手空拳，这肯定是不行的。你觉得会有危险？为什么？女人的直觉很准的。我都被那个少庄主给拒婚了，我也不知道山庄内谁能信谁不能信。哎，而且那个鬼谷盟马上就要来攻打山庄，那肯定会特别危险的。你想的倒是周全。所以嘛，我现在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，能跟着我，随时保护我啊，帮我啊。为什么你觉得我信得过？虽然你身上还是有一些摸不透的地方，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不会害我。你那个武功看上去也很不错，肯定会是个好保镖。1000金。行。哪月？没，你当我回去继承财产的我，那你干脆直接入赘，你跟我成亲怎么样？若是求娶山庄2小姐林婉辞，会更直接容易。你还有这想法呢？你作为武林大侠，你不是应该光明磊落、正人君子吗？饮食男女有何不光明磊落？行，我自生自灭了我自生，我就走了。500。成交。
林少庄主，尉迟山庄的胃口不小啊！这传说中的腐仙宝藏，还想独吞了不成？啊！是啊，当年尉迟山庄站出来，劝说江湖人不再追寻宝藏在何处，说方氏一族已无后人在世，没想到却是为了自己得到藏宝钥匙。林老庄主这算盘打的真是不错。什么宝藏、钥匙、捕风捉影，并无此事。各位，你们信吗？当然不信。诸位，尉迟山庄一向光明磊落，绝无私藏，谣言万万不可信。少庄主，这无情楼内的人信不信不重要，天下第一山庄早已是众矢之的，要让整个江湖信你才要紧，否则什么？尉迟山庄永无宁日。少庄主，无情楼也敢动手啊！少庄主，别忘了，这儿是无情楼，只能斗酒，不可斗气呀。林少庄主，令妹已经在楼上等你很久了。疏狂呢？多日不见，小妹瘦了不少。我有瘦那么多吗？此人非常了解我。燕少相救之恩，尉迟山庄永记在心。少庄主客气了。燕少，我与小妹多日不见，有些话想单独聊聊。少庄主，怎么？你我生疏如此，连大哥都不叫了？啊，大哥，燕少是我的随身护卫。可你一向独来独往。我现在不是被沈醉天的玄冰韩狱长打伤了吗？我武功尽失，自然是没什么安全感。回到尉迟山庄，我定会为你请最好的名医为你医治，尽早的帮你恢复内力。燕少已经为我医治过了，大哥，我已决定请燕少做我的随身护卫，他会保护我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燕少与我们一起返回尉迟山庄吧。沈醉天现在就在楼下，寸步不离。少庄主有何打算？尉迟山庄的弟子已经在赶来的路上。沈醉天孤掌难鸣，我们这么多人，直接冲出去不就行了？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谷盟的人，我们要想个万全之策。沈盟主要我盯着的人，他们准备离开无情楼。哼，都说无情楼无情，人或许无情，但金子永远都不会骗人。金子永远都是最有情有义的，对吧，金老板？哎呀，沈盟主客气了。若是有人花钱买沈盟主的消息，也一样，都是买卖。
睡一觉，姐姐不会伤害你的。人是坏人，但狗是好狗啊！睡觉睡觉睡觉。哦，吴勤劳花钱办事儿真不错。带他先走。荣叔狂是不会躲在林少慈的身后。荣叔狂，出来！来了来了来了，这不是来了吗？荣姐姐，哼，阿烈，沈翠天，你现在就给我放人，要不然我杀了你的阿烈！放开我的阿烈！璎珞，你们过来，再往前一步，我现在就宰了他，炖汤喝。盟主，盟主，咱们大漠的关卡被人偷袭了。是什么人？一男一女，他们带了几个高手，我们实在打不过了。看样子像天罡的人。先去解决天罡的人，再回来对付他们也不迟。是。怎么样？我这招虎口夺猎不错吧？你什么时候学了这么多鬼点子？哎呀，穷途末路了嘛，急中生智喽。荣叔狂，你最近歪门邪道的功夫倒是学了不少啊。荣姐姐真是厉害，脑子比之前聪明了许多呢。哎，我的人质，我的狗质！一条狗威胁不了沈醉天，让他走吧。鬼谷盟人手众多，他们迟早会追上来的。他们不会再追上来了。为何？坐。鬼谷盟沿途设下那些关卡的地点，我都已标注。这几日召集人手，去把他们解决掉。燕少不是已经把人救下，带到无情楼，这活儿我们已经干完了。还没完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走吧。撤。撤。再往前走一段，就有我们的人来接应了。话说啊，玉姐姐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走了？她性格真是古怪。她一向来去如风，而且她也不想我对她说那些感激的话，故意先行离去。少策哥哥，你真了解她，我真羡慕玉姐姐。撤。玉池山庄。昨日教你的风海路送4位堂主各自的特点，都记住了吗？他为什么还跟着咱们呀？旁门高手，擅长解毒。少庄主留下他，是为了帮你疏解寒毒。我有你就行了，我不用别人了。父亲，庄主，义父，回来就好啊。
大小姐。哎，这位是？这位是燕少，我的护卫，随身护卫。林庄主，这一路上燕少出力不少。切！是不是这几日赶路辛苦，太劳累了？这是寒毒发作。这是护心丹，可以护住心脉，使寒毒不至于侵袭心肺，但仍需要有人运功驱除寒毒才行。我来。还是请燕少帮蓉姐姐疗伤吧。还请少庄主去一旁戒备，以防鬼谷盟的人追来。你不必担心，燕少不会伤害姐姐的。毕竟素不相识，而且我总觉得他好像哪里不太对劲。还有，这玄冰寒玉掌竟然如此厉害，寒毒持久，难以消退。鬼谷盟很少来中原，这掌法我也不太了解，得回去多翻阅医书才行。醒了。蓉姐姐，我刚才这是怎么了？你大概是寒毒发作，晕了过去。是燕少救了你。谢谢你啊。燕少，我并非提防你，只是我对你一无所知，难免有所防备。你提防还是相信，不关我的事。我是榕树狂的护卫，不是你尉迟山庄的手下。既然是江湖中人，请。多谢。刘安，照顾好大小姐。是庄主。怎么不见二小姐啊？或许是不便。不便？树狂啊，你被沈醉天所伤，你不用担心，好好休养。有唐姑娘还有婉慈在，慢慢调理，总会好的。是，我会去找婉慈姐姐一起查阅医书。蓉姐姐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驱除寒毒。这件事情有燕少在就好。燕少出手相救，又带回小女，就是对我尉迟山庄有恩呢。林某感激不尽。不敢，庄主太客气了。哎，你是我尉迟山庄的恩人。少慈，安排下去，重金酬谢，还要好好款待燕少几日。义父，燕少是我的随身护卫，我想让他留在山庄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安排人保护你的。是这样，我这次被鬼谷盟掳走，我觉得是有蹊跷，有可能是山庄内有人与鬼谷盟勾连，所以我想有一个陌生的人在身边可能会好一些。燕少啊，疏狂想留你做他的随身护卫，这可实在是屈尊降贵，怠慢你了。承蒙大小姐看重，在下恭敬不如从命。少慈啊，唐姑娘也累了，你去安顿一下。是。庄主，二小姐又晕倒了。
婉慈啊，父亲，你再不来，就再也见不到婉慈了。我要是再不来啊，你就要躺出毛病了。行了，别装了，你的病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我就是觉得父亲忙的都要将女儿给忘记了。婉慈，父亲要盯着山庄内外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少来2趟，你就跟我闹脾气。父亲就是偏心，父亲就是觉得我不重要，都不许我出去。不是不重要，是你从小身子娇弱，大夫说你不宜到处走动，听话啊，好好在屋里歇着。好了，别闹脾气了。你姐姐回山庄了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忘记了吗？我每次咳嗽的厉害，你都会帮我掐住虎口，这样我就好多了。好多了，还是姐姐最疼我。你们姐妹俩已经很久没有如此亲近了。疏狂辛苦多日，你不要缠着他，让他早点回去休息。好吧，走吧，姐姐。父亲和姐姐要常来看我。疏狂，先跟我去趟书房吧。电视剧里演的一样，真有密室啊！那按这个剧情发展，进去之后，高低得告诉我点机密啊！我答应过你娘，不告诉你这桩秘密，可你终究还是知道了。我将你带回尉迟山庄的时候，你年纪太小，大病一场后，很多事情都记得凌乱不清。我本想啊，早些把以前的事情说给你听，但又担心你会冲动行事。娘啊，女儿回来了，你不用担心了。姨父，我准备好了，你说吧，我不会冲动行事。当年我与你娘苏时雨，还有少慈和婉慈的娘亲荣离，师兄楚墨雄师出同门，后来时雨师妹成亲嫁入了方家，我也带着阿离回到了尉迟山庄，接任庄主之位。可不久，我们收到了时雨师妹送出的消息，说方家遭人追杀，于是我们3人赶去相救。直到那时，我们才知道，方家曾是没落王族，世代守护着抚仙宝藏的钥匙和地图。可这消息不知被谁传了出去，引来不少江湖人疯狂追杀。我们晚到一步，你父亲还是在半路被人所杀。于是我们3人商量，将你们母女和方家的几名护卫安顿在一处隐士山村。我还记得这个村子叫龙月村。龙月村。可是没想到，在你5岁的时候，有人竟然找到了你们居住的龙月村。等我收到时雨师妹传出的消息，赶到那里时，村子里唯一剩下的就只有你了。
于是我把你带回到玉池山庄，为了掩饰你的身份，让你跟随阿离行事，对外称你是阿离堂哥之女。你还记得你是如何被沈醉天打伤掳走的吗？头疼。是啊，这些日子你受苦了，先好好养伤。这件事情等你伤养好了再说。义父说的十分有理，那我去吧。这信息量也太大了吧！古代的我原本姓方，现代的我也姓方，我叫方怡。这古代的我不会也叫方怡吧？这不是妥妥的平行时空的另一个我吗？大小姐有问题吗？大小姐寒毒暂未发作，但她的脾气秉性、行事作风似乎有些变化，就连饮食口味都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大漠这么多天，皮肤也太干燥了，给我拿点护肤品来。哎，要茉莉花香。大小姐从来不用这些东西，连镜子都很少照。哎呀，璎珞非让我用的。大小姐一向称她为唐姑娘，几时叫得如此热络？患难生死了，关系自然近了些。哎呀，这皮肤真是太干了，找机会必须得做个 SPA。大小姐是什么疤？没事。哎，对了，我的钱都去哪儿了？只要吩咐下去，自有安排，不需要大小姐花钱。行。哎，顺便给我带点吃的。哎，那个素一点，我想要杨柳细腰，水果也可以来点。大小姐一向喜欢吃肉，尤其肉干。我大漠肉吃多了，上火。受了重伤，性情有变也是正常。姐姐需要什么，你都和我说。她在鬼谷盟手里也受苦了，也不知这玄边寒玉掌的寒毒何时才能解除，武功几时才能恢复。璎珞说她会尽力的，我叫她与你一起想办法。好，大小姐与带回来的那个护卫燕少，似乎关系非比寻常。大小姐跟他说话的时候，好像会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你看后面那个丫头，总感觉怪怪的。我既然答应了保护你，就尽力做到。不过你也要谨言慎行，多加防备。你是说这里有人会害我？因为宝藏的关系，玉池山庄已经成为众矢之的，庄内庄外都要小心。哎，那你教我点功夫呗？你也会吃饭睡觉上茅房吧？万一你的时候我有危险，我也得会两下子。我什么呀？你得你不你憋死了是不是？你教我呗。燕少此人深藏不露，又不知底细，始终不能完全放心。万慈，你熟知江湖人的来历和招式，就交给你去探一探他的底细吧。女儿明白。